因为知道破清会现在低调了许多，所以叶晨这次来纽约，真没想过还会与破清会产生交集。可是眼下自己刚到曼哈顿医院的17楼，就立刻送进来一个破清会的伤者，这绝不可能是巧合。叶晨的直觉告诉他，破清会一定是奔着周良运来的，而他们接近周良运的目的，不用说也一定是四方宝藏。叶晨心中暗忖，我给婉儿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过孟长生曾与他的父亲林竹鲁提起过四方宝藏，那吴飞燕自然也知道四方宝藏的存在，甚至很有可能是破清会唯一一个知道四方宝藏真实背景的人。现在破清会的人盯上了这里，那这肯定是吴飞燕的命令了。想到这里，叶晨心中多了几分谨慎。他知道破清会除了吴飞燕之外，还有3大长老和1位伯爵，若是吴飞燕派1位伯爵过来，自己倒是有胜算，但如果他派3大长老中的任何1位过来，自己可能都抵挡不住。毕竟那是3位即将打开泥丸宫的高手，每一个实力都不容小觑。叶晨大致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觉得还是要尽快把周良运带到安全地带，以免夜长梦多。之前还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抓他，现在连破清会都掺和进来，若是再不想想办法尽快将周良运转移，说不定自己和他都会面临危险。而这种时候也不宜恋战，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眼看着对方被推入1707号病房，叶晨便迈步走到了1708号病房的门口，敲了2下门之后，他不等里面的汉克回应，便直接推开了病房大门。汉克所在的单人病房更像是一套一居室，进门是一个可供休息的小厅，里面才是病房。此时的汉克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等着医生的后续检查。见叶晨进来，他连忙站起身，恭敬地说道：叶先生您来了。叶晨点点头，把带来的鲜花放在一旁，开口问他，霍华德有没有给你什么新的指示？汉克脱口道，回叶先生，暂时还没有，他让我先摸清楚这边的情况，等候他的指示。叶晨又问，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有没有可能让你把人抢走？汉克想了想，摇头道，应该不会，他让我来的时候，我就表过态，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抢回去严加拷问，但他拒绝了。依我看，他这种时候绝对不敢再乱来。叶晨点了点头，心中暗忖，如果霍华德在这里迟迟找不到突破点，那他一定会换个思路，把周叔叔放了。钟叔那边还要7、8个小时才能落地金陵，算上他与孙爷爷交接以及孙爷爷启程前往燕京的时间，将四方宝藏交给官方的时间，至少还要再往后延6、7个小时。这样的话，差不多还有13、14个小时，四方宝藏回归华夏的消息就会放出来。于是他问汉克，如果我要强行把人带走，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汉克道，回叶先生， FBI 在这里至少有10个人，如果硬冲进去， FBI 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召集全纽约的 SWAT， 也就是特种警察，几十架警用直升机会在10分钟内包围这里。您如果把他抢走，这件事恐怕会成为全世界的头版头条，影响会非常恶劣，恐怕那位周先生以后都只能东躲西藏了。有道理，叶晨点了点头，同时释放灵气查探里面几间病房的情况。这一查不要紧，叶晨发现他们远不止汉克说的10个人，而是差不多将近20人。其中02、03、04这3个病房里，每个病房多有4个人坐镇，而1701这间病房里，除了周良运之外，更是有6人贴脸防守，而且这些 FBI 全部荷枪实弹，一旦有人冲进去，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只要一开枪，事态必然会升级。叶晨与 FBI 无冤无仇，也不可能对这些保护周良运的 FBI 痛下杀手，所以这件事如果是来硬的，基本就是无解。可是软的也没什么好的突破点，总不能对方这将近20个人，自己轮番去给他们洗脑吧。就算成功把人带出去了，周良运不也成通缉犯了吗？按他自己的意愿，宁可牢底坐穿，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通缉犯的罪名。
就在叶晨一时间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手机忽然收到了一条微信，微信是林婉儿发来的，内容是：公子，吴飞燕去纽约了，请速速离开。叶晨见此，眉头微微一皱，连忙回复他：什么时候的事？林婉儿很快便回复：就在刚刚，他的专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了，我查了一下航线申请，这架飞机直飞纽约。叶晨没想到这次吴飞燕竟然要亲自来寻四方宝藏，心里不禁感到几分紧张。鉴于破青会已经安插人进了曼哈顿医院，叶晨推测，一旦吴飞燕来到纽约，他必然会到医院来见周良运。周良运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还能保住一条命，但在吴飞燕的手里，绝对不可能有半分生的机会。而且吴飞燕一定有能力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叶晨问林婉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到纽约需要多长时间？林婉儿回复，公子，以吴飞燕的机型来看，最快10个小时。叶晨道，飞行10个小时，出海关至少也要半个小时，再赶到我这里刚好11个小时。林婉儿道，差不多，但我建议公子抓紧时间离开纽约，留在那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叶晨道，我暂时还不能走，除非能把周叔叔带走。林婉儿道，那公子一定要速战速决，8个小时内解决一切，就能从容撤离了。叶晨有些犯愁，8个小时，自己能想到合适的办法把周良运带走吗？就在他感觉有些无从下手的时候，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忽然给叶晨打来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史蒂夫便在那头说道，叶先生，我父亲已经向纽约警方和法院提出交涉了，他收回了对周彼得的一切指控，声称是此前他的团队使用的检测仪器出了问题。周彼得交给他的那尊四方宝藏就是真正的四方宝藏，不是赝品，所以周彼得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了。叶晨问道，无罪释放，这种情况最快多久能够全部搞定？史蒂夫道，无罪释放按流程也是需要开庭审理的，正规流程会比较慢，但这件事之前的影响太恶劣，司法部门也希望尽快尘埃落定，我父亲也在催促他们特事特办，所以纽约法庭会派出一个法官团队到医院现场走一个开庭宣判的流程，他们估计会在几个小时后出发，所有时间都算上，从现在开始5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7点左右能完成。叶晨一听这话，顿时松了口气，吴飞燕至少还要10个小时，如果3个小时就能让周彼得无罪释放，那他就可以直接离开美国了，到时候安排他回华夏，谅他吴飞燕也不敢追过去，而且就算吴飞燕敢追也无妨，到时候只需要多等2-3个小时，四方宝藏回国的消息就会放出来，到那个时候吴飞燕也就没有追杀周良运的必要了。叶晨心中有了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时叶晨听到了对面病房传来的敲门声，开门声传来，紧接着叶晨又听到一个男人在门口开口道，医生你好，我是弗兰克的朋友，过来探望他一下，不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叶晨听到这里便知道破青会又来人了，而此时医生说道，人没什么大碍，只要住院休养几天就能出院了，不过想要完全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估计还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那人便道，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探望一下。医生随口道，行，我这边已经差不多要忙完了，你们进去见见伤者吧，注意时间不要太久，病人还需要多休息。好的，我们最多10几20分钟就完事了，谢谢医生。说话的正是叶晨的小姨夫陈志民。叶晨没见过陈志民，也听不出他的声音，此刻的他正集中注意力听着隔壁的动静，听到有2个人进了病房，并且将门关上之后，叶晨又听到了第3个人的一句话，属下见过钟永博，见过陈先生。钟永博淡淡道，不要在外面称呼我这个称号，若是泄露了会内的核心机密，我要你的命。那个第3人连忙道，属下冒昧，还请您责罚。钟永博冷哼一声，哼，
看在你也算是尽职尽责，今日就不与你追究了。叶晨听到这里，眼前顿时一亮，自己还有至少10个小时的时间窗口，但这10个小时要被分成前后2段。第一段，自己要等着法院过来做无罪宣判，自己除了别让破清会的人接近周良运之外，没什么事可做。第二段，既然周良运已经放出来了，那自己就要在第2个时间段内送他离开美国。这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宣判之前，自己都没什么事情可做。既然时间充裕，叶晨便不禁打起了主意。破清会4大伯爵死了2个，降了1个，在外面游荡的就只剩下这个钟永博了。这次机会难得，要不要趁着这个好时机，在第1段时间里把他也干掉？